一个拥有极高绝密权限的前 CIA 官员家中呢藏有巨额的财富。5月18号呢 ，FBI 呢对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阿什本的一处私人住宅进行突击搜查，在现场呢发现了303根重1公斤的金条、200万的美元现金和35块劳力士手表。涉案金条呢价值约为4000万美元。屋主大卫·拉什呢曾是 CIA 的高级行政人员，并且拥有最高级别的绝密许可。此案曝光之后，引起了全美的热议。美国情报机构的财务监管到底有多么的不健全？大家好，我是谢飞啊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谢飞观察。这个1997年的时候啊，当时的拉什是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啊加入到美国海军，担任呢信息系统的技术员。2004年的时候呢，用假的这个克莱姆森的大学学历骗取了海军预备役军官委任资格。2009年的应聘 CIA 的职位的时候呢，他又一次造假，谎报自己有伦斯勒理工学院的这个硕士学位。后来呢，两所学校都向这个 FBI 证实，此人根本没有在该校学习过。不止学历造假。在2018年的拉什申请 CIA 的高级行政序列晋升的时候，他谎称自己毕业于空军试飞员学校，并且声称自己掌管着一个有145人的联合武器测试机构。当然，军方存档的资料清楚地显示，他没有飞行员的执照，也没有联邦航空管理局的一个飞行执照。这样的一份漏洞百出的虚假履历，竟然连续地通过了 CIA 的背调这个测谎监测。以及每年一次的审查，长达17年之久。败露的原因呢是巨额资产出现异常的流动。在2025年的11月呢到2026年的3月期间呢，拉什呢以这个公务开支的理由向 CIA 呢申请了大量的外币以及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金条。这个 CIA 内部核查的时候呢，发现这批巨额的资产去向不明，于是就启动了内部调查。局长拉特克利夫呢，就把这个案件交给了 FBI。案件的办理很快，是吧？5月18号就完成了住宅的搜查。5月19号的拉什被正式逮捕。5月27号，案件的起诉书解封，整个案件情况就被公布出来。拉什呢，目前被控这个盗窃公款，将于6月初呢举行拘留听证会。这个 CIA 内部的贪腐丑闻让人震惊的同时，让人们对这个美国国家黄金储备的产生了担忧。这个外界呢不禁要问，如果有人就可以用一套假履历在 CIA 潜伏10几年，并且悄无声息地挪走了数亿美金的国有资产，那么美国的诺克斯堡金库里边的海量的黄金，是不是也有监管的漏洞呢？诺克斯堡金库里边存放着美国大部分的储备黄金呢。1937年，金库呢开始接收第一批的入库黄金，到了1941年底，库存量就达到了最高点6.496亿盎司。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，美元和黄金直接挂钩嘛，各国可以按照每盎司35美元的固定的汇率来这个换取黄金。上个世纪60、70年代，由于美国的贸易逆差增大，海外的黄金兑换潮导致储备大量减少。那么1971年，尼克松政府就宣布停止了黄金的兑换，于是呢，这个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此崩溃。目前这个诺克斯堡呢还有大约1.473亿盎司的黄金，折合4580吨。那么按照现在的这个金价来计算的话，市值约为6600亿美元，占到美国黄金储备总量的1半左右。但是呢，美国的财政部的账面核算仍然沿用1973年确定的每盎司42.22美元的低价记账方式，就是账面的总值只有62亿美元，和实际的市场价值你看相差就很大。更大的争议来自这个金库监管的缺失。诺克斯堡呢最后一次完整的第三方的独立审计是在1953年。1974年，为了平息民间关于黄金被盗的传闻，金库曾经有限度的开放给议员和记者查看，但是只占到了全部金条的21%左右。之后70年间，所有的盘点核验工作都由美国财政部内部完成，没有任何第三方机构实施这个实地的核查或者是监督。虽然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公开表示账实相符，
但是口头上的解释并不能消除公众的疑虑啊。拉什案曝光之后呢，关于黄金储备审计的声音又大了起来。5月31号，特朗普呢在社交平台上转发了这个案件的报道，并且呢公开要求对这个诺克斯堡金库进行实物审计。这不是他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要求了。在2025年初的时候，他就和这个马斯克一起表示说要亲自去现场这个查验，并且呢全程录像取证。但是呢，由于财政部出面担保了，最后才不了了之。肯塔基州的众议员马西也在2025年呢提出了黄金储备透明法案，要求呢每年对国家的黄金储备进行一次独立的审计。参议院呢也有议员呢跟进配套议案，但是目前法案还在审议当中，还没有这个确定的一个审计的时间表。那么实际上呢，黄金储备审计呢没有任何的技术上的障碍，阻碍它主要是潜在的金融风险。诺克斯堡的黄金呢是美元信用体系当中实物支撑的一部分。如果呢独立审计发现账实不符，哪怕只是很小的差异，那也会引起整个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，对美元的这个信誉造成严重的影响。那这是美国历届政府呢都默契的避免进行全面审计的原因，就是不揭穿问题，就不需要去解决危机，对吧？那么对于特朗普来说，要求公开审计，那是稳赚不赔的政治筹码呀。不管最后审计的这个结果如何，都可以塑造自己，是吧？追求透明监督公权的形象。关键是还回应了这个民众的这种质疑之声。拉什案的最大的警示就是，即使是最严格的美国情报审查制度，也能够被轻易的突破，并产生这种巨大的贪污腐败。那么这个美国官方体系当中那些长期缺乏公开监督的隐秘的角落，又藏着多少没有被发现的漏洞和问题呢？好了，我们节目也会持续的关注。感谢收看这期的谢飞观察，希望各位呢把这期节目呢配上英文字幕转发到美国的社交平台上，咱们帮他们一块儿来进行审计，一块儿来进行反腐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